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男孩却成天想着跟自家保姆打扑克，但碍于父母在家，一直没找到机会。直到圣诞节这天，父母要外出放纵几天，男孩一看机会来了，于是赶紧把大门锁上，接着又把电视调成了恐怖频道。因为网上有人说女生在恐惧时身体会分泌多巴胺，效果就跟打扑克差不多。果然随着影片越来越恐怖，保姆被吓得直接抓住了他的手。男孩一看这有戏啊，不等保姆做出反应，他直接扑了上去。可没想到保姆不仅迅速躲开，还无情地教育了他一顿。从这之后，怪事不断发生。保姆先是接到了莫名的电话，然后又发现原本放在门口的圣诞老人却出现在了窗外，还有刚刚紧闭的大门也被打开。意识到危险的保姆立即锁上全部门窗，然后让男孩递给自己手机报警，结果却被男孩扔进了鱼缸里。正当他伸手捞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但透过猫眼一看，外面却空无一人。为了展示男子气概，男孩直接打开了门。保姆吓坏了，但仔细一看，竟然是男孩的朋友，这一切都是他的恶作剧。保姆刚要准备开骂，楼上突然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，保姆拿出匕首将两人护在身后，小心翼翼地走了上去，打开门发现地上躺着一块砖头，上面还写着离开者必死。这回三人都在一起，难道真的有坏人？朋友吓得撒腿就往门外跑，然而没跑几步就中枪倒在了地上。保姆害怕男孩也会中枪，一把将他扑倒在地，虽然摔得很疼，但他却十分享受被压在下面的感觉。很快，男孩发现门外有个人影，保姆见状，连忙带着男孩跑到了楼上，两人躲进了一个衣柜里。看着歹徒越来越近，保姆突然发现，这头套不正是男孩的吗？他瞬间明白了一切，原来是男孩为了博取自己的芳心，策划的一出英雄救美。气急败坏的他准备给男孩父母打电话告状，眼看着计划失败，男孩跟在后面叫住了他。Ashley， 美女保姆被两个熊孩子绑在了椅子上，男孩拿着枪威胁她和自己玩真心话大冒险。保姆自然是10000个不愿意，但碍于男孩手中的枪，他不得不从。而这熊孩子懂得真是不少。第一个问题就问保姆喜欢粉色还是黑色。作为过来人的保姆一听秒懂，他大骂男孩是个渣男，男孩也不生气，反而直接上手。一旁的朋友看他玩的那叫一个过瘾，也想感受下洋茄子的滋味，不料却被男孩一把推开。Don't push me, dude. I will kick your ass. Like shit.What if get caught? Look, I don't like this. 气不过的朋友刚想离开，保姆的男友竟然找了过来。男孩还想着糊弄糊弄将他骗走，不料男友直接撞门走了进来。保姆听到是男友，赶紧翻倒椅子制造声响。男友听到声音过来查看，却被男孩一棒子敲晕。完事后，他还嚣张地跳起了舞。男友再次醒来，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。这对苦命鸳鸯怎么都没想到会被一个12岁的孩子玩弄于掌心之中。男孩拿着枪对准男友的脑门，而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竟然吓尿了。看着男友这个熊样，男孩决定帮保姆清除后患。只见他把装满油漆的桶绑到麻绳上，接着又让朋友蒙上男友的眼，然后拿着油漆桶往楼下一扔。夹杂着番茄酱的油漆顺着男友的腿流了下来，旁边的朋友瞬间吓傻了，说好的只是调戏下保姆，怎么就杀人了呢？而男孩却直呼过瘾。与此同时，保姆已经割断胶带跑了过来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他拿起手枪对准男孩，但男孩丝毫不慌，因为他知道枪里根本没有子弹。保姆见状撒腿就往门外跑，可刚跑没2步就被男孩提前设好的陷阱摔晕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全身已经被男孩绑满了灯泡。熊孩子用小彩灯把自家保姆绑在了椅子上，因为此刻他想从男孩变成男人，可他刚凑上去就被保姆一脚暴击。这下男人没当成，还险些失去了能力。他勃然大怒，既然你这么不给力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他拿出保姆的手机，给他的前男友打去电话，说保姆想见他了。这个铁憨憨还以为是要旧情复燃，于是连忙开车来到了男孩家，可还没进门就被男孩拦到了外面。男孩告诉他，想要见保姆就必须写下一封道歉信。然而就当他边写边幻想着美好未来时，男孩从后面用绳索套住了他的脖子，接着启动了拖拉机。可怜的前任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去了西北。与此同时，屋内的朋友明显有些怕了，他解开了绑在保姆身上的电线，然后想趁机尝一下洋茄子的味道。不料这时男孩赶到，一枪把他打出了10米开外。Why did you make me do it? Why did you make me do it?没等朋友开口，男孩又出了枪。看着恶魔般的男孩，保姆彻底放弃了抵抗，答应男孩让他尝一次洋茄子。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，他哪有心情吃得下去？但又不能让别人吃，于是拿出小刀，直接扎在了保姆的脖子上。1晚上的时间，这个12岁的孩子就送走了4条人命。他不但不害怕，还精心的将现场伪造成了几人为情所困、互相残杀的场景。做完这些，他换上睡衣，再把铅笔放到门把手上，假装自己从没出过门，最后再从窗户爬回房间。
回到家的母亲惊慌地抱着刚睡醒的儿子，并安抚着他幼小的心灵。然而，这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，却被楼下警察的一声“还有人活着”打破。男孩透过窗户一看，保姆此时正被抬上救护车。原来他被刺伤后，用胶带粘住了伤口。看着聪明的保姆，男孩内心瞬间慌乱。最后，在保姆的国际手势下，男孩也一定会得到法律的制裁。